陆衍绍先生原名同祖，一字婉若，1909年5月初9诞生于上海市嘉定县南翔镇。他自幼爱画，曾得前清翰林王同玉及画坛名家冯超然等先辈的赏识和指点。为避仕途，年轻时他曾迁居浙江上柏山中，晚年仍念念不忘，并作《上柏山居图》以示怀念。抗战期间，他迫于西行，亲临三峡之险，为日后创作提供了充实的基础。长期以来，他刻苦钻研古人画派，以后又师法造画，创立面目，因此得到艺术家们的一致推崇，公认其为当代第一流山水画大师。陆衍绍是天才，学历皆可观，这是已故黄宾虹先生对他的赞誉。当代著名学者赵朴初题诗：下笔显夷分万态，陆翁画妙世间无。谢志柳称誉他的画清笔浪漫，风格自立，改数百年来未曾有。陆衍绍先生曾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画院院长、美术学院教授。山水画笔墨技法多样，各不相同。自古以来，画家们的习惯构图方法一般是从大到小，而陆衍绍却由小到大，笔笔生画。因为他胸中满腹丘壑，才气过人，所以着墨后犹如进入自由王国。根据第一笔生画出第二笔，根据第二笔生画第三笔，如此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而至全副。章法是自下而上，由近及远，从局部到整体，真可谓落笔成章。在用墨上，它是由浓入淡，随淡随浓，一气呵成，得尽佳致。他还十分注意点线，突出古法用笔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执笔，指实掌虚，回旋自如，用拇指、食指、中指直住笔杆，以无名指和小指辅助，在轻轻拨动中指，线条便顿挫转折，起微妙变化。他能做到每一根线、每一个点起气清楚，都有交代。时经数十个春秋，陆先生做出如此概括，真不愧是晚辈后生的好导师。当粗粗了解了陆先生的创作方法后，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山水画的艺术殿堂，去尽情地领略陆画境界是何等之高。
陆先生曾说过，一张好画必须从3个方面去观察。扼要地说，就是高华壮健的气象，变化多方的笔墨，浓艳郁美的韵味儿。长时期以来，他老人家也正是朝着这3个方面追求不懈的。陆先生的作品不但有很深的传统技法素养，更难得的是，他的作品中突破和发展了中国山水画的传统技法。他的山水常常是满纸烟云，或是流泉，或是山峰，把静止的烘托成有生命的。云消逝漂浮不定的云，让人犹如置身神奇的世界。您不觉得正飘飘欲仙吗？水汹涌奔腾的水，刹那间在你耳边响起了滚滚的涛声。请看，眼前的画卷以咫尺引万里之势，表现千里峡江，真是境界深邃，充满诗意。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这一中国山水画的奥秘，在陆衍绍笔下获得了充分体现。为表现山峰面貌，皴法是必不可少的。根据他长期创作的实践，把山水皴法分为2大类：一为斧劈皴系统，适宜于表现石头山；二是披麻皴系统，适合表现土山。在他的画幅中，有时更错综运用，显示出丰富笔法。陆衍绍在创作山水画之余，见或也写些花卉小品，尤以梅为多。其花感虽取法陈老莲，但在用笔上却有所区别。陈老莲虽用侧锋，但陆衍绍仍以中锋写之，看上去较为厚拙，而花瓣则朵朵明清圆润，下笔一丝不苟。
在60多年的摸索中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。他告诫弟子，作画定要有新鲜感，根在人后，不是大家。陆大师所以能够得心应手，左右逢源，博得世人敬佩，不正是他辛勤耕耘的结果吗？他还常对弟子讲述气韵、南北宗等问题。他说，中国画6法中，所谓气韵生动，其解说历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我认为，首先应该弄清楚何为气韵。气韵就是一幅画除去具象部分之外，而尚存之抽象部分，简言之，即为气韵。画贵有势，势有动态，所以气韵必具生动之势，即点线以成画。点线本身具有独立之欣赏价值，所以一幅画只有好韵味，点线起决定性之因素。没具象服务之外，不能一刻放松。点线集聚而成画，而气韵出焉。数十年间，他神游神州宝地，奔走大江南北，将祖国的山河一并装入自己的胸怀。请看，陆先生正为祖国的象征天安门城楼做春山不老图。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，他为人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墨宝。他还常与朋友们探索交流。陆先生曾与弟子谈到自己一生对艺术研究时说：“我是4分读书，3分字，3分画。”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在诗文书法上也花了极大的功夫。人们在称誉他画作的同时，也异口盛赞其画幅上的诗与书，被颂为3绝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陆先生年过80之时，仍立志于未尽之年，继续探索求精。